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，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女子夜宿古刹，遇到蛇打洞。蛇回家后莫喝茶。李四海夜里睡得正香，便听到门外传来阵阵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门外跪着一个男人，男人浑身伤痕累累，怀里还抱着一个奶娃娃。还未等李四海问话，门外的男人忽然磕头道：“四海兄弟，求求你帮我一个忙，帮我照拂这孩子直至及笄之年，为某黄泉之下，定对四海兄弟感激不尽。”话落，李四海这才认出面前之人正是前不久随军出征的魏千远。他连忙将其扶起，说道：“魏兄弟，你我同岁，你这般可是折杀我了，究竟发生何事？我赶紧去请郎中。”魏千远拉住李四海的胳膊，摇了摇头：“来不及了，四海兄弟，你能答应我吗？”李四海点头道：“魏兄弟对我李家有恩，我定会对这娃娃负责，直至其出嫁。”魏千远口中的谢字还未说出，便口吐鲜血，瘫倒在地。月娥，当天夜里，女娃娃的哭声响彻整个夜空，整个李家上下包括外人都知道李四海夜里捡回来一个女娃娃。这女娃娃长得粉雕玉琢，肉乎乎的小手小脚如同莲藕一般，可爱至极。当时李夫人还未有子女，为此见到这女娃娃十分欢喜，并给她取名为李月娥。说来也巧，李月娥刚来李家2个月，李夫人便有了身孕。怀胎10月，李夫人在这年冬天诞下一名女婴，名唤李月琴。李月娥、李月琴，一个捡来的孩子，一个自己生的孩子。一开始李夫人还能手心手背2头宠，可时间一长，心中便渐渐偏向了自己的孩子，想着李月娥总归不是自己生的，心中有隔阂在所难免，以后孝敬父母还是得靠自己亲闺女。一晃10年过去，2个女娃娃都渐渐长大。小时候粉雕玉琢的李月娥生得越来越丑，而出生时如同小猫般的李月琴倒是生得如出水芙蓉一般。如此对比下来，李夫人自然是不喜李月娥，时常吩咐其去做下人做的粗活。除了一身绫罗绸缎之外，李月娥一双生满老茧的手和貌如癞蛤蟆的脸，那还有富家小姐的模样。李月琴受母亲影响，也时不时地教训李月娥几句，但李月娥从未有过一句怨言。虽然自小李家老爷李四海对她如同亲生，但她还是在下人的口中得知她不过是从外捡来的孩子，心中对李家有恩，所以无论李夫人和李月琴怎么对她，她都是微笑面对。这年李月娥13，李四海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去世。临终前，他握着母女3人的手嘱咐道：“夫人，月娥这孩子命苦，我答应过别人要照拂她直至出嫁，如今我时日不多，就把这孩子托付于你。你记住要好生待他，按婚书嫁张家为妻。我名下有良田20亩，作为其嫁妆，莫要负我之言。”李四海说完便气绝身亡。李家母女3人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处理过李四海身后事，李夫人想着李四海所托，对李月娥稍稍客气了3分，倒是李月琴有些变本加厉。这天晚上，李月琴来到李夫人房里哭闹，李夫人听得心里恼嚷，便加重了语气：“月琴，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，看看李月娥多稳重，你就不能向她学习学习？”李月琴气得小嘴一撇：“娘，你怎么和爹一样，一天就知道月娥月娥？明明我才是你们的亲女儿，可父亲临终前嘱托的却是月娥的嫁妆和婚事，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我。娘，你现在该不会也偏向月娥了吧？”李夫人叹了口气，想起李四海这么多年的做法，心中不禁有些怀疑。是啊，李四海怎么这般照拂李月娥，反倒对自己的亲闺女不闻不问，
莫非这李月娥是李四海和外面的女人所生？李夫人越想越生气，不禁怒拍桌子说道：“好你个李四海，竟敢背叛我，想让李月娥好过，没门儿！”偷梁换柱，自那以后，李月娥的日子过得可以说是苦不堪言，干着下人都不愿意干的粗活，吃着猪都不愿吃的剩菜剩饭。从前一身绫罗绸缎，也变成了补丁无数的粗布麻衣。尽管李月娥毫无怨言，依旧对李夫人和妹妹李月琴和颜悦色，可李夫人母女二人却怎么看其都不顺眼，想着赶紧把李月娥嫁出去，也图个眼前清净，便开始四处打听与李月娥有婚约的张家。这一打听可把李夫人吓坏了，这张家可不是普通的张家，而是城里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。李夫人从未听说李四海与张家有来往，可怎么李月娥偏偏就与张家有婚约呢？这边李家打听着张家，张家也在暗里查着当年魏家一父子的下落。10年中秋，张家长子张志明携礼至李家，李夫人见其气宇轩昂，相貌英俊，心中着实不是滋味。李月琴更是对其一见倾心。在张志明提出想要见见有婚约的李月娥时，李月琴不禁在角落里朝着李夫人递眼色。李夫人会意忙说道：“张公子啊，今日实在不巧，月娥她出门了，兴许夜里才回来，不如张公子你过几日再来。”望着张志明离去的背影，李月琴心中不禁萌生出一个想法。他来到李夫人身边，低声耳语道：“娘，你说这张家公子当真看得上李月娥？”李夫人闻言不禁嗤笑道：“张家公子气度不凡，可李月娥却是丑陋之际。自古唯有鲜花插在牛粪上的说法，却没有哪一只癞蛤蟆敢吃天鹅肉。”李月琴眼神亮了亮：“娘，张家家大业大，若女儿我嫁过去，定是享福不尽，而女儿也定不会忘记娘的养育之恩。只要女儿过得好，娘一定也过得好。”月琴，你的意思是这能行吗？李夫人有些担忧。李月琴却是自信地点了点头：“娘，怎么不能行？且说张家从未见过李月娥，根本不知她长什么样子，就算偷梁换柱，他们也不会发现。再说了，女儿我天生丽质，还怕那张公子不喜欢我？娘，你只需将李月娥支开几日，女儿我自有办法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当天下午，李夫人便递给李月娥2份重礼，并吩咐道：“今儿个中秋，月娥你身为李家长女，你负责将这份礼送到城南的王家去，替为娘向王家说声祝福。”李月娥没多想，当即带着礼便准备坐马车过去。然而今日李家车夫休假，到了外面人人嫌其貌丑，又不肯载客。可怜的李月娥只好提着2个沉甸甸的礼盒，徒步朝城南走去。到了王家的时候，已然是傍晚。见有人送礼，王家人乐呵呵地迎了过来。可一听是李家夫人让送的，当即就变了脸，连推带搡地将李月娥赶出家门，还把到手的礼盒摔得稀巴烂。李月娥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，看到地上碎成渣的月饼，李月娥赶忙一块块一点点地拾了起来，说了声抱歉，便告辞而去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望着天边的暮云，若是现在走回去，到家也是深夜了。李月娥想着，索性一拐弯走进了一处破旧的古刹之中，点燃篝火。李月娥在火边暖和和地吃了2口月饼，便靠在一旁睡了过去。拆穿不知睡了多久，李月娥忽然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吵醒，睁开眼，借着火光一看，就见古刹门前有2蛇在挖洞。李月娥好奇地凑近一看，这才发现这2蛇竟在吃土。李月娥心善，见不得别人这般，连忙问道：“你们2条小蛇为何在此吃土？”
小蛇闻言抬起头，咽下一口土，竟口吐人言说道：“我们被人驱赶至此，连续3年食不果腹，又不忍杀生，只好来古刹前拾土，还能沾染一些灵气。”李月娥于心不忍，连忙掰下2口月饼递给小蛇，说道：“今天中秋节，这是我们府上自己做的月饼，香甜可口，你们快尝尝。”2条小蛇面面相觑，见李月娥并无恶意，便大快朵颐起来。吃饱喝足之后，2条小蛇便准备告辞离开，可转身之际，又扭过头望着李月娥，欲言又止。李月娥不解，忙问道：“你们可是有话要说？”小蛇犹豫许久，这才说道：“李姑娘，回家之后千万别喝家里人递来的茶水，不然的话，你可能会罢了。天机不可泄露，姑娘记住我们说的话。”小蛇说着，便头也不回地往刚刚挖的洞里一钻，就不见了踪影。且说中秋节第2天一早，张志明再次来李家拜访。李月琴闻讯好生打扮一番，便来到了前厅。李夫人望着自个儿的闺女，笑眯眯地对张志明说道：“张公子，你看谁来了？”张志明一抬眼，更好与李月琴含情脉脉的双眸对视，好一个沉鱼落雁之貌。张志明愣了半晌，连忙问道：“这是？”李月琴笑着，红着脸低下头说道：“张公子，小女李月娥。”张志明不敢轻信，而是说：“听闻府上有月娥、月琴2女，生的都是美丽动人。我张家要如何辨别那位与我有婚事之人？”李夫人此时笑道：“有当年的订婚书，亦有那孩子随身携带的玉佩。张公子，你且看。”李夫人将2物递给张志明，张志明一看，玉佩色泽透亮，乃上品，而那婚书之上更是有其张家家主手印，也不会错。看到这些，张志明忙拱手道：“2物均为真，我听家父所言，魏家一父子背部有1拇指大的红痣，不知这位小姐可有？”李夫人刚想回答什么，却被李月琴抢先道：“自然是有，我这便褪衣，让张公子好生瞧瞧。”张公子却是脸色一沉，摆手说道：“不必了。”另一边，李月娥风尘仆仆归来，下人一见是李月娥回来，连忙热情地递上茶水，说道：“大小姐一路奔波，定是口渴了吧？快喝点茶水解解渴。”李月娥此时的确口渴，可茶杯刚到嘴边，她便想起了小蛇的嘱托，怎么回事？这些下人从前可不会对她这般热情，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李月娥假意将茶水喝下，转头便在角落里将茶水倒掉，没想到茶水刚落地，便咕噜咕噜地翻滚起来，仿佛沸腾了一般。李月娥见此情景，心中一沉，有人要害她。刚刚给她递茶水的是李夫人身边的小丫鬟，她一向听命于李夫人，如今给她递来有毒的茶水，怕也是李夫人的主意，可这又是为何呢？李月娥想不明白，想起从前李夫人对自己的好，李月娥眼中不禁泛起了泪花，她一定要问个明白。刚入前堂，李月娥便被守门的拦了下来，可李月娥急于询问真相，哪里肯听话，硬是闯了进去。哪知一进门就看到李月琴半披衣裳，露出了娇嫩的后背，而其后背之上还有着一颗红痣。李月娥涨得脸通红，慌忙扭过身，却与身后的张志明撞了个满怀。见状，李月琴和李夫人不由得大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哎呀，月琴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还不快回屋？今日是你姐姐和姐夫相见之日，莫要坏了他们的好事。”李月娥不解看向李夫人：“娘，你怎么了？我是月娥，不是月琴。还有娘，你为何让丫鬟递给我一杯有毒的茶水？这么多年，我究竟哪里得罪你了？”我扪心自问，虽然我不是李家人，但我在李家却是任劳任怨，从未说过一句怨言。可娘，
为何你今日却要这么做？”见张志明脸色微变，李夫人急得慌忙说道：“月琴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快随娘出来，莫要打扰你姐姐和姐夫了。”“等等！”张志明开口道，“她才是我真正要娶的新娘。”说着，张志明一把拉过李月娥的手：“魏佳怡父子背部并无红痣，刚刚只不过是我的试探罢了。没想到你们竟承认了，没想到李家竟如此歹毒。若非月娥机智聪明，不然恐怕就要香消玉殒了。”见事情败露，李月琴倒是不装了，反倒冷笑一声说道：“李月娥貌如癞蛤蟆，而我生的沉鱼落雁，只有我才配得上张公子您。张公子，你难道真要守着所谓的诺言，而去娶一个如此丑陋的女人吗？”张志明闻言，反而握紧了李月娥的手。他说：“月琴小姐固然美，但在张某看来，心灵美才是真的美。都说相由心生，在张某眼里，月琴小姐此时的面容如同你的心一般。”说罢，张志明带李月娥离去。一时之间，城中议论纷纷，都说张志明傻，不娶美娇娘，反而娶了个丑媳妇。张志明自己却是乐在其中，与李月娥生活很是幸福。后来听说李月琴仗着自己的美貌，嫁给了城里另外一个富家公子，本以为是飞上枝头当了凤凰，没想到这富家公子做什么都是3分钟热度，很快便对李月琴没有了兴趣。家中3妻4妾不说，李月琴更是被排挤得无地自容。而李夫人没能靠着李月琴过上好日子，反而还将李家的家业挥霍一空。李月娥见李夫人走投无路，心中惦念从前李四海对自己的好，也时不时地帮衬李夫人，但感情却无法再继续。如今李夫人是后悔不已，亲生女儿不如养女，倘若当年她对李月娥好一点，现在她会不会就不是这般境地了？说在最后，人生没有后悔药，李夫人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为此尝尽苦果。而李夫人和李月琴二人心术不正，一个贪图眼前利益，一个被嫉妒蒙蔽了心，都做了很多损人利己之事，到最后有此结局也毫无意外。而李月娥心善，更懂得以德报怨，李月娥因善躲过一劫，更是收获了幸福。所以说，人啊，还是平日里多多行善，才会在选择的分岔口走上正途。正所谓人而好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其远矣。今天的第2个故事，女子做饭，添柴却不起火，她跳进水缸逃过一劫。赵秀娟年方28，生的是闭月羞花，其父赵显曾任知州，在一次洪水泛滥时遭奸人所害，含冤而死，独留母女2人在世，苦不堪言。待母女2人办完赵显身后事，赵家忽然来了一群衙役，将赵家抄家。可怜的母女2人只身被赶了出来，连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有，更别说银子。寒冬腊月，母女2人站在萧瑟的街道上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赵秀娟含泪望向母亲李氏，哽咽道：“娘，我们怎么办啊？爹没了，现在家也没了，难道我们真要流落街头吗？”母亲李氏心里也堵得慌。当初嫁给赵显时，娘家百般不同意，如今赵显含冤而死，再回娘家，她也是个不受待见的种。望着街边，李氏心中不禁升起一个念头：可怜母女沦落街头。李氏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写得一手好字，洋洋洒洒在白布上写下几行字：夫死家亡，吾母女2人走投无路，故在此卖身100两，为妻为伴亦为奴皆可。过往百姓都知李氏母女2人身世，更知赵显身背重罪，谁人敢娶罪人之女为妻？谁人肯花100两银子买妇孺归家为奴？李氏母女2人在寒冷的街头足足跪了3日，
每天以水充饥。赵秀娟原本清秀的面容饿得面黄肌瘦，而李氏更是褪去官夫人的华贵，成了乡野妇孺。这天正午，李氏起身欲向路人讨些馍馍吃，刚一起身，还没迈出步子，便昏了过去。母亲昏厥，赵秀娟吓了一跳，抱着李氏哭喊许久。且说城中有一大户名叫周福贵，途经此地时，恰巧看到赵秀娟抱着李氏哭，好奇前去一看，连忙主动将李氏背到肩上，找到了郎中。郎中一瞧，说是饿昏的，赵秀娟这才松了口气。此时再看向周福贵，连忙感谢道：“这位大伯，你可真是好人，若不是你，恐怕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周福贵摆了摆手，又仔细瞧了瞧赵秀娟的面容，随即问道：“我刚刚看到，你们这是要卖身？”赵秀娟叹了口气，点头道：“是啊，我父亲去世，家也被抄了，我和母亲走投无路，只能这般。这位大伯，我观你是好人，请你把我母女俩买下吧。无论让我们二人做什么，我们都毫无怨言，只求有地方住，有口饭吃。”说罢，赵秀娟便跪了下去。周福贵见状，慌忙将她扶起，说道：“不可，万万不可！你父亲曾照拂我多年，对我有恩，如今恩人妻女有难，我理应照顾你们二人，又岂能与你们二人签卖身契？”赵秀娟却是不肯起，又说道：“父亲与你有恩，但我和母亲却没有。倘若不签下卖身契，我和母亲是断然不肯白吃白喝的。大伯求您成全我们。”看着从前尊贵的知州之女赵秀娟，如今却沦落成这般模样，周福贵心中不忍，忙答应了下来。待李氏有了精神，好生休养了一阵子，便交给二人100两，带回了周府。周府比从前赵家大了数倍，家中下人无数，但周福贵却只有一妻，还有一儿在外地经商。如此看来，周福贵定是一痴情种。一到家，周夫人见到周福贵，连忙乐呵呵地迎了上来，但见到赵秀娟和李氏二人，脸上的笑容僵了僵。不过转头又问道：“相公，这二位是？”周福贵没有多说什么，只是说：“这二位是故人的妻女，如今故人逝去，又对我有恩，我理应照拂一下。夫人，日后赵秀娟和李氏二人便住在咱们府上。赵秀娟你要像亲女儿般对待，李氏你也要像亲姐姐一样对待。”周夫人没有多说什么，忙不迭地应了下来，又十分热情地带母女二人去看房间，一来二去折腾了近2个时辰。此时赵秀娟和李氏经过前不久的调养，面貌恢复从前。看到年过30仍旧貌美的李氏，周夫人心中不是个滋味，心中不禁悱恻。与周福贵成婚多年，她怎么没听说过这位故人，更从未见过这母女二人。但周福贵突然将人带回来，周夫人不禁多想了几分，因妒生恨。自从赵秀娟和李氏二人到来，周福贵每天回来都要去慰问一番，将母女二人的起居生活照顾得细致入微，倒是对周夫人冷淡了些许。有时夫妻房里说些贴己话，周福贵都要问上一句有没有好生待母女二人。一开始周夫人没有多说什么，可时间一长，心中有些愤愤不平。明明她才是家里的夫人，现在走在家里都要看那母女俩的脸色不成？周夫人身边的小丫鬟看出主子的疑虑，不禁添油加醋道：“夫人，你有没有发现赵秀娟和老爷长得有点像？老爷下巴上有颗痣，赵秀娟下巴上也有一颗。夫人，你说赵秀娟和她娘会不会是……别胡说。”周夫人嘴上虽然这么说着，可心里总归烙了印。每每看到赵秀娟和李氏二人，心中都会想起那个可能。这天，小丫鬟打扫屋子，不小心在柜子上发现了母女二人的卖身契，连忙急吼吼地找到周夫人，将卖身契的事儿说了出去。周夫人大惊，
拿来一看，气得浑身哆嗦，当即一拍桌子：“好你个周福贵，100两银子买回一大一小，这么喝着护着，我看他是要把老的小的都娶回家吧。”周夫人心中断定就是如此，平日里除了周福贵在家的时候，没少给母女二人下绊子。不过母女二人也没多说什么，毕竟是寄人篱下。这天周福贵刚离家不久，周夫人便颐指气使地吩咐母女二人去干活。不巧周福贵忘了拿东西，返回到家，恰好见赵秀娟小小的身板在院里蹲着洗衣服。周福贵赶忙前去一看，赵秀娟2只手不知何时被磨得满手泡，此时又碰上冰凉的水，现在是惨不忍睹。周福贵登时拉起赵秀娟问道：“姑娘，我不是不叫你们娘俩干这个吗？谁叫你干的？”赵秀娟摇摇头，没有说话，但总归还是小女孩，越想越委屈，忍不住便哇哇哭了出来。周福贵心中不是滋味，赶忙带着赵秀娟回屋上了药，又来到后厨一看，李氏正蹲在灶台前准备烧火做饭。周福贵问了半天，也没问出是谁让他们干的，但心中却有定数，便对母女二人说道：“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以后谁叫你们干活都不要干。”说罢，周福贵扭身便寻到了周夫人，但见此时周夫人正一边吃着水果，一边享受着丫鬟们捏肩，好不快活。再想起刚刚母女俩的惨样，周福贵不禁怒从中来：“我开始怎么交代你的？要好生待他们母女二人，可我前脚刚走，你就吩咐他俩做事，怎么现在周家难不成你来当家？”周夫人见周福贵生了气，连忙起身解释道：“相公，不要听别人胡说，我这不是看他们2个呆着也没事做，就找些事情吗？再说了，你们不是签了卖身契了？”周福贵哼了一声：“他们2人是我故人的妻女，我答应过他要好生待他们母女2人，今后你若再欺负一个他们，就别怪我无情了。”周夫人心里憋屈得慌，可又不能告诉周福贵，只得发泄在母女2人身上。见周福贵离了府，周夫人气冲冲地闯入母女2人房间，一人给了一巴掌，骂道：“好啊，你们2个小蹄子，现在敢告状了是吧？看我以后怎么教训你们！你赵秀娟，明天开始给我去后厨烧柴，你不是会勾人？行，明天开始就来我房里伺候我。”赵秀娟挨了一巴掌，正生着气，见周夫人这般，不禁说道：“周老爷说不叫我们干活，周夫人你凭什么指挥我们？”周夫人斜睨了他一眼，说道：“就凭你们卖身给了我们周家，怎么？难道我周府大夫人指使你们干活都不行了？”母女俩一时语噎，虽说心有不甘，可他们也确实是卖身于周家，只好听周夫人差役。逃生，这边周夫人叫母女俩干着活，等周福贵快回来了，又差人让2人回屋休息。此番折腾下来，周福贵发现母女俩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多了起来。一日，周福贵假意出门，实则躲在暗处看周夫人究竟做了什么。不一会儿，果然见周夫人颐指气使地指挥母女2人做事。周福贵气不打一处来，冲进院里就给了周夫人一巴掌：“好啊，你个恶妇！我不过叫你好生待他们，可你却叫他们做这般粗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也不要过了，干脆分开好了。”周夫人吓了大跳，连忙求着对周福贵好言好语。母女俩虽不喜周夫人，可也不能因为他们2人的到来就让好好的夫妻散了伙，亦是帮着周夫人说了好话。周福贵缓了好一会儿，才瞪了一眼周夫人，说道：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若是再让我发现你亏待他们，你就离开我周家。”周夫人打了个哆嗦，心中害怕，可同样对母女俩的妒恨也愈发浓烈起来。隔了好几天，周夫人见周福贵出了门，笑眯眯地来到母女房间里，假意关心。说着话，周夫人话锋一转，便说道：“
秀娟呐，伯母有事要拜托你一下。今儿个厨房丫头回乡过年了，后厨无人看管，要不你去帮伯母烧火，一会儿伯母给你们娘俩做饭吃。”母女俩听闻周夫人一番话，面面相觑。周夫人忽然之间这么热情，定有猫腻，可见周夫人说的真诚。又想起先前周福贵说的话，母女俩心觉周夫人不敢再做什么坏事，赵秀娟便答应了下来。赵秀娟熟练地将柴火丢进灶台下，可奇怪的是火怎么也烧不起来。赵秀娟觉得奇怪，便将柴火都扔了进去，哪知此时火势增大，一下将赵秀娟弹了出去。不知柴火上沾了什么，火势蔓延，眼见就烧了半个屋子。赵秀娟大喊着便要冲出厨房，却发现厨房门被人在外锁得死死的，她根本出不去。此时是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。当周福贵回来时，厨房已经烧了起来，赶忙召唤府中下人灭火。另一边，李氏闻讯赶来，哭着喊着要进屋。周福贵一问，才知赵秀娟还在里面。可等大火扑灭，厨房里哪有赵秀娟的影子？李氏崩溃大哭，孩子不在厨房里，那定是被火烧了个干净。想起刚刚周夫人说的那些话，李氏不禁将周夫人一把推倒，哭道：“周夫人，我扪心自问，我们母女二人并无得罪你的地方，可你为何千番百次这般对待我们？秀娟她如花似季的年龄，你就这般害她，你的心为何如此歹毒？”周夫人被李氏呛得说不出话，刚想反驳一句，却听到一阵哗啦啦声响，厨房里的水缸之中忽然冒出个湿漉漉的人。定睛一看，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赵秀娟。原来在千钧一发之刻，赵秀娟见到此水缸，便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，也正因此举，让她逃过了一劫。善得善果，在周福贵逼问之下，这才得知周夫人一直对母女俩心存怨恨，今日更是命身边丫鬟将柴火泡了水，又留了2根柴火泡了酒，并设计让赵秀娟烧柴将其害死。周福贵闻之大怒，毫不犹豫地将夫人赶出了家门。这一次，母女二人不再为其说好话，任其哭喊叫天。后来，在周福贵的安排下，为赵秀娟寻了一个好夫家，而与李氏朝夕相处之下，也渐渐互生情愫。母女二人为此都有了归宿，好不快哉！忽有一日，周福贵做了个梦，梦中有一身穿官服的男人缓缓向其走来。周福贵定睛一看，竟是已经去世的赵显。赵显说道：“我早早离开人世，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他们母女二人。好在你将他们收留，否则我心难安。谢谢你了，周兄弟。”周福贵赶忙摆手道：“哪里的话，当年我若没有赵兄弟的照拂，想必我也没有这般幸福，很有可能活不过当年。做人知恩图报，我周某一直记着。再者，因帮助了你的妻女，也让我看清吴前妻的真实面目。如今与赵兄之妻凤鸾和鸣，希望赵兄弟不要怪罪于我才是。感谢你才是，吴妻乃苦命女也，跟了周兄弟享不尽福气。如今看母女二人安好，我也放心去了。”说着，赵显挥了挥手，便消失在周福贵面前。自那以后，周福贵的生意是越做越旺，母女俩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幸福。而周夫人自从被周福贵赶出家门之后，变得疯疯癫癫。李氏终究是善良，为周夫人谋得一住处，派人抚养至其100年。写在最后，正可谓善人者，人亦善知我们怎么对待这个世界，世界就会怎么对待我们。周夫人因妒生恨，让自己的行为越来越不受控制，真的是因周福贵对母女二人太好所导致的吗？我相信并不是，人生不确定的因素太多，李氏母女二人不过是周夫人变成这样的导火索罢了。三字经曾说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
而荀子却主张性本恶，或许有些人生来为善，有些人生来就是恶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女子回家，见姐婿夏日穿棉衣有蹊跷，她悄悄躲进水井。明朝年间，保定府上有一赵姓人家，赵家家主原本是府上的一个芝麻小官，但却在上任期间遭人暗算锒铛入狱，父亲临走前交给大女儿一把铜锁。赵父出事，母亲郁郁寡欢，没多久便跟着去了。父母这一走，就剩下赵家姐妹2人相依为命，而那银锁作为纪念，赵永和戴在了妹妹的脖子上。谁也不知道父亲留下这银锁究竟有何目的。姐姐赵永和比妹妹赵青兰大5岁，父母走的时候，姐姐也不过才10岁。赵永和带着妹妹四处奔走，本想投靠父母那边的亲朋好友，但奈何由于父亲的缘故，人人都不敢趟浑水，去了也不过好生安慰几句，便拒绝了姐妹俩的要求。好一点的则是会留姐妹俩留下来吃顿饭，但却都不肯给他们寄人篱下的机会。没办法，赵永和只好带着妹妹到大街上要饭。姐妹俩长得可爱，再加上赵永和天生一张巧嘴，哄得路人开心不已。路过的百姓高兴了，他们便会给姐妹俩一些银两。时间一长，姐妹俩也成了街上的香饽饽，靠着路人的施舍，姐妹俩这才有吃有喝的长大了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6年过去，赵永和16岁，而妹妹赵青兰也11岁了。这天，赵永和带着妹妹在街上闲逛，无意间听到府上大户人家在招人。赵永和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，发现自己和妹妹虽然穿得干净，但却都是破破烂烂的衣服。想到自己若是去大户人家找个活干，他或许还有机会有新衣服穿，到那时候他就能有多余的钱给妹妹也添置一身新衣服。想到这里，赵永和便前去大户人家荐举。管事的大娘见赵永和虽然小脸脏兮兮的，但模样却出落得清秀可人，实在是不适合当小丫鬟，就怕把夫人艳压。大娘只好给了赵永和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，让他先回去，若是通过了，自会在门前贴出选人名单。赵永和抱着满怀的希望离开大户人家。年幼的赵青兰看着姐姐满脸期待的样子，不禁开口说道：“姐姐马上就要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了。”可是青兰不想离开姐姐，也想跟姐姐一起去。赵永和轻轻点了点赵青兰的小脑门，说道：“姐姐是去赚钱，不是去玩。再说了，你这么小，跟着我去了也是添乱哦。”彼时的赵青兰眨着大眼看着姐姐笑眯眯的模样，自己心中也充满了期待。但姐妹俩殊不知，一场灾难正悄然来临。当天晚上，原本晴朗的天儿说下雨就下雨，赵青兰吹了风，一整晚一直咳嗽。赵永和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妹妹穿，但赵青兰却是直摆手说自己没事。没办法，赵永和只好作罢，将妹妹搂得紧紧的。然而第2天一早，赵永和发现自己怎么也叫不醒赵青兰。望着赵青兰一张红扑扑的脸，赵永和下意识地摸了上去，这才发觉妹妹这是发了烧。赵永和大惊，此时也顾不得其他，赶忙将妹妹背在身上带到了医馆之中。然而医馆的人见姐妹俩是要饭的叫花子，不肯接待，姐妹俩身上更是仅有一些碎银，根本不够看郎中的。看着妹妹这时候越少越厉害，赵永和心急如焚，想起昨日大娘说的话，赵永和抱着希望来到大户人家门口，只见门口贴着告示，而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出现在其中，正是要做此家老爷的贴身丫鬟。赵永和见状，心中一喜，大户人家赚的钱定是不少，自己若是可以预支一些工钱，妹妹的病也就得到了救治。想着，赵永和便前去找大娘报了道。大娘见赵永和浑身穿得破破烂烂的，便让他先将自己洗净，
随后又给其换了一身洗衣服。等到赵永和再次出现在大娘面前的时候，已然是焕然一新。大娘看着赵永和这般模样，不禁叹了口气，随即好言叮嘱道：“老爷执意要让你当他的贴身丫鬟，我想你大概也知道贴身丫鬟应该做什么，无非是跟在老爷身边，照顾他的生活起居。老爷为人和蔼可亲，但算了，你只要记住小心夫人，千万不要让夫人看到你和老爷站在一起，不然的话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说着话，大娘便将赵永和带到了老爷面前。这家老爷40有余，但看上去仍旧如同年轻人那般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。且说这刘老爷见到赵永和之后，不禁是面色一喜，不过这样的表情却是转瞬即逝，嘱托了2句，便将大娘打发走了。赵永和不敢多言，紧紧跟在大老爷身后。此时他不知该如何向大老爷开口，心中惦念着妹妹的病，走着走着就撞在了大老爷的后背上。还没等其转过身，赵永和便跪在了地上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永和有一事相求，不知老爷可否答应？”听到这话，刘老爷顿足回身而望，有些好奇地问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好一会儿，赵永和这才开口说道：“永和还有一个11岁的妹妹，奈何昨夜风大，妹妹吹风生了病，如今永和身无分文，想要先向老爷预支些工钱。”刘老爷摸了摸下巴，随即四周望了一下，这才将赵永和扶起，说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可怜的女娃娃。这样，你跟我进来。”赵永和以为刘老爷答应了自己的请求，连忙起身跟刘老爷进了屋。屋门关上，刚刚还一副正人君子模样的刘老爷，瞬间变换了一副嘴脸。他朝着赵永和嘿嘿一笑，说道：“预支工钱可以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情。”赵永和不明所以，点头说道：“不知刘老爷想要永和答应何事？只要永和能办到的，我一定答应。”话音落下，就见刘老爷嘿嘿笑着扑了过去，搂着赵永和，一边笑一边说道：“只要你从了我，别说预支工钱，100两银子也统统给你。”刘老爷说着，便在赵永和脸颊上亲了一口。赵永和哪里经历过这些，当即吓得大叫一声，慌忙就将刘老爷推了开来。可刘老爷毕竟是个男人，比赵永和姑娘家力气大得多，转身又飞扑上前。赵永和心中害怕不已，挣扎着就要将刘老爷推开。眼见刘老爷一双咸猪手将其衣服拽下来，赵永和露出一抹香肩的时候，房门忽然被一股大力踢了开来。刘老爷抬头望去，就见一个身形魁梧、满脸横肉的女人站在门前。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刘老爷的妻子。这刘老爷别看是大户人家的老爷，但却是上门女婿，在家中地位颇低，自然也是个怕老婆的种。见到妻子站在门前，刘老爷立马怂了。可刚刚的一幕却被妻子看在眼里，只见那刘氏一把将刘老爷的耳朵捏住，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骂道：“好你个挨千刀的，又动什么花花肠子呢？3天不打上房揭瓦，看老娘怎么收拾你！”刘老爷此时大喊冤枉，指着此时还没缓过神来的赵永和说道：“是他，媳妇，是他引诱我的。”听闻此言，刘氏回过头来，果然见赵永和衣衫不整，再看其清秀的面庞，刘氏登时大怒，说道：“我说你们2个人待在房间里做什么？原来是有丫头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做梦！”说着，刘氏一巴掌就打在了赵永和的脸上，赵永和的小脸瞬间变红肿起来。赵永和是被刘氏叫人扔出门外，彼时赵永和衣衫不整，头发凌乱地躺在刘府门前，引来不少路人注目，纷纷对着赵永和指指点点。一时之间，赵永和只觉得羞愧难当。他自小就学会了花言巧语，以为好听的话对谁都受用，可放在刘氏身上却是适得其反，引得其更加愤怒。
便将赵永和赶出了家门。钱没有拿到，也就没办法给妹妹治病。此时赵永和心灰意冷地站起身，可腿上传来的剧痛却让他再次跌坐在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双手出现在他面前。赵永和抬头一看，来人竟是一位贵妇人。赵永儿见这妇人穿着不菲，妆容更是十分精致，连忙将手递上去，弯腰说道：“感谢夫人相救。夫人这般善良美丽，不知可有差事可做？如今小女子妹妹重病，恐无钱医治，只好到大户人家找差事。”没想到赵永和话音未落，就听面前的贵妇人说道：“当真是个嘴甜的小姑娘，差事倒是有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做了。只要你张嘴答应了，你妹妹的病，我就会找人去医治，而且可以保证，你们姐妹俩将来以后定会飞黄腾达。”赵永和眼睛一亮，说道：“不知是何差事？小女若是有能力，定当全力以赴。”贵妇人笑道：“不知红香院你可有听说？红香院那不是？”赵永和倒吸一口凉气，这红香院不是别的地方，正是一些贵公子喝花酒的地方。这贵妇人叫自己去那种地方做什么？难道想到这里，赵永和面上的表情不禁微微有些变化。贵妇人说：“想必是姑娘多想了，叫你去红香院不是卖身，只要弹弹曲子，跳支舞就可以了。姑娘这俊模样，定会招揽不少回头客呢。”听到贵妇人说的话，赵永和不禁松了口气，说：“可是我并不会弹琴，更不会跳舞。这个你放心，你去了，定会有人教你。只要你现在答应下来，我立马便去找人医治你的妹妹。想必你妹妹的病也不能再拖了吧？现在这天气阴晴不定的，指不定又……”赵永和心中再三劝说自己，又询问了贵妇人很多问题，这才答应了下来。这边赵永和跟着贵妇人到了红香院，与此同时，赵青兰的病也得到了救治。然而当赵青兰得知姐姐为了救自己，心中不禁是愧疚不已。跟他们从小一起长到大的乞丐大牛听到赵永和的事情，心中气愤不已。这天他找到赵永和，劝他不要去那种地方。可赵永和纵使也觉得去那种地方不太好，可毕竟自己答应人家在先，如今妹妹的病得到救治，自己哪里还有反悔的余地？赵永和没听大牛的劝说，只是拜托大牛帮他好好照顾妹妹，便匆匆离去了。望着赵永和离去的背影，大牛不禁握紧了双拳，心中暗自做决定，自己一定要好好赚钱，只待有朝一日将赵永和从那个地方解救出来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转眼1年多过去了。赵永和在红香院老鸨的教导下，学会了弹琴，学会了跳舞，再加上赵永和天生一副伶俐的小嘴儿，逗弄得满堂客人心情雀跃。赵永和因此赚了不少钱，只不过这些钱他一分没有为自己留，而是统统留给了自己的妹妹。他的人生已然如此，赵永和希望妹妹能够幸福快乐地过一辈子。就在赵永和以为自己将会一辈子困在这红香院中的时候，一位不速之客出现在了他的生命之中。10年夏季，这天夜里，赵永和表演完回到屋中准备就寝的时候，忽然窗户被人推了开来。赵永和下意识抬头望去，却只见一抹黑影掠过，屋中的烛火便熄灭了。紧接着赵永和感到身上一热，那人影竟不动声色地躲进了他的被窝里。赵永和吓得大叫一声，慌忙就要躲，哪成想却被那人拥在了怀里。不一会儿，房门被人敲响，赵永和正欲起身开门的时候，一道男人说话的声音传入他耳中：“别暴露我的踪迹，否则……”暗夜中，赵永和见男人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，赵永和不禁浑身一颤，赶忙叫男人藏好，躲在了被子里。而他则是相间半路打开了房门，只见门外站着几个凶神恶煞的黑衣人。赵永和稳住心神说道：“几位大哥，不知这么晚了，所来何事啊？人家刚刚要就寝，
你们就来了，真是让人害羞。赵永和说着，轻咬下唇，频频朝着面前的几个黑衣人眨眼。黑衣人朝着屋中张望一眼，见并无异样，便问道：“可有看到一个白脸男人？”赵永和摇头说道：“什么小白脸啊，我这倒是有个黑脸的汉子，几位大哥要不要来检查一下呀？”赵永和说着，便要将几人往屋里面迎，几人却只是嫌弃地瞪了赵永和一眼，便匆匆离去。望着几人渐行渐远，赵永和这才松了口气。回到屋中，赵永和发现那男人竟然已经昏睡过去，再一看，这才发现男人身受重伤。赵永和担心男人被送到医馆被发现，只好自行帮男人包扎起来。殊不知，在打开男人衣服的时候，一张画着人像的纸飘落在地。赵永和赶忙捡起来，仅仅是匆匆一瞥，赵永和瞬间便愣住了。画像上的男人太熟悉了，正是自己的父亲。赵永和心中疑虑，不知这男人身上为何会藏着自己父亲的画像？莫非这男人和父亲认识，还是这男人与父亲当年被谋害一事有关？赵永和正想着，男人竟缓缓睁开了双眼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衣服，发现衣服中的东西不见了。再一抬头，就见赵永和手里拿着自己的东西，当即有些愠怒，抢过来说道：“这东西对我很重要，不要随便摸。”很重要？赵永和偏头看向他，问道：“这画中的男人跟你什么关系？”不要多管闲事。男人将画再次小心翼翼地收到衣服中，说道。好一会儿，赵永和这才开口说道：“他是我父亲，所以我才会问你，你和我父亲究竟是什么关系？”男人一愣，看向赵永和的眼神也不禁变化了些许。“你父亲？你可是姓赵？”赵永和点头道：“正是，赵姓，名永和，家中还有一个妹妹。”男人眸光一闪，面色随即露出一抹喜色，说道：“总算是找到你了，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。你可知我寻你好多年了？”经过男人的解释，赵永和这才知道男人名叫李风云，是父亲从前下属的儿子。自从父亲锒铛入狱之后，他们一家人一直在寻找赵永和姐妹二人。李风云说：“我现在不过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不传的小书生，只能挨家挨户的去找你，但却在无意间走漏了风声，今日遭人追赶，这才来到了这里，却不成想遇到你，而你却……永和妹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赚钱赎你出去的。”李风云在赵永和这里休养数日，直到伤好了才离开。然而此时赵永和已然对李风云暗生情愫，一边在红香院卖艺，一边出钱供李风云读书。李风云对赵永和感激不尽，声称将来以后当官赚了钱，定会将他赎出，娶她为妻。赵永和心中感动不已，然而他盼了又盼，却没有等到李风云的好消息。转眼几年过去，赵青兰带着自己这么多年积攒起来的银两，将赵永和从红香院赎了出去。出门之时，恰好看到风尘仆仆赶来的李风云。彼时李风云名声大噪，乃中举人，不日之后便可入朝为官。李风云遵守自己当初诺言，娶赵永和为妻，可乞丐大牛却是死活不同意。他阻拦说：“永和，你不能嫁给他。我见过这个人，他根本不是什么书生，而是……总之，此人并非好人。永和，你千万别被他骗了。”然而赵永和爱李风云深刻，哪肯听大牛之言，不顾周围人阻拦，硬是嫁给了李风云。此时此刻，赵永和并不知，正是他这个决定，差点给他带来天大的灾祸。10年夏季，赵永和与李风云成婚半年，便有了身孕。赵青兰担心自己的姐姐，便搬到姐姐家中照顾她。姐妹俩原本以为李风云会拒绝这件事，甚至是不高兴数落几句，却不成想李风云十分热情地邀请赵青兰住了过来。彼时赵永和20有妻，赵青兰也22岁了。
赵永和去红香院之后，赵青兰便一直跟着老师傅学习医术，如今学了也有近10年了，也有了些经验。替姐姐把脉之时，赵青兰意外发现姐姐体质虚弱，便常常上山采药为姐姐熬制汤药调理身子，昼出夜归，十分辛苦。但赵青兰每每想起姐姐为自己付出的事情，也就有了动力。只是这样一来，赵青兰发现了一件离奇的事情：每天晚上她背着草药回来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姐婿李风云偷偷摸摸地从院子后面回来，蹑手蹑脚地进屋。更让赵青兰觉得匪夷所思的是，李风云身上还穿着棉衣，明明是在夏季，这李风云穿棉衣不热吗？时间一长，赵青兰便有些怀疑，想起先前大牛的叮嘱。这天，他见李风云回屋之后，便悄悄地来到后院，却是什么都没有看到，只见到后院的泥土上有2个不同的脚印。赵青兰心中疑虑，这天她特地没有去采草药，而是悄悄躲在了后院的水井之中。夜渐渐深了，赵青兰藏在水井下，不一会儿便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他悄悄从水井中探出头来，就见李风云身着棉衣，独自一人来到后院，东张西望着。这时候忽有一阵大风吹过，赵青兰浑身一颤，顿时感到四周温度下降，紧接着就见一道白色的身影来到李风云面前。李风云二话不说，跪地说道：“赵父生前的东西，我在赵永和身上并没有寻到，望主子责罚。”那白色的身影大手一挥，李风云顿时便倒在地上。废物，让你潜伏在他身边这么多年，却没有找到那样东西。姓赵的就这2个女儿，那么重要的东西，自然会交给他们2个人保管。说到这里，李风云脸色不由得大变，莫非是在赵青兰身上？主子放心，那样东西不出3天，我一定会寻到。白色人影冷哼一声说道：“越快越好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唯有姓赵的留下来的东西才能救我一命。”说罢，那白色人影身形一闪，便消失不见了。白色人影消失之后，李风云也离开了这里。此时此刻，赵青兰心中大骇，看来正是那个东西的存在，让父亲锒铛入狱。目前看来，李风云身份不一般，他接触姐姐也定有其目的。第2天一早，赵青兰将自己昨夜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了姐姐。姐姐听闻此事，不禁大吃一惊。赵永和一向是理性之人，面对李风云有可能的背叛，他并没有惊慌失措，而是认真思索起父亲临走前交代的事情。好一会儿，赵永和不知想起了什么，他连忙将赵青兰脖子上戴着的小银锁打开，赫然发现里面竟是空心，而银锁之中果然有一物。姐妹2人定睛一看，这东西不是别的，正是半个拇指大小的小笛子。就在姐妹2人困惑的时候，房门忽然被打开，只见李风云站在门口，一把将小笛子夺了过来。他惊喜地朝着屋外大喊道：“主子，主子，找到了！”霎时间，一抹白色人影出现，哈哈大笑着来到几人面前。赵永和心知这小笛子来历不浅，若是真叫此人得到，怕是将会带来无限的灾祸。想到这里，赵永和顾不得其他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将李风云手中之物抢了过来。他手中拿着小笛子，恶狠狠地看向面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男人，冷哼一声，随即又看向那白色人影问道：“你们要此物究竟有何目的？这东西又从何而来？”李风云没有说话，白色人影却是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小娃娃，这件事还由不得你管。好啊，你要不说，我便将此物毁了，看你又该如何说着。”赵永和便拿着小笛子就要往地上砸。白色人影慌了，赶忙将事情的真相说了出来。原来这小笛子名叫重生鼓，只要对着死去之人吹响一曲重生鼓的调子，人便可以死而复生。
赵父正是在无意之间得到此物，这才被多方势力追杀。而此物非凡，若流传到世间，必定会天下大乱。赵府担心天下，更是担心此物将会为祸人间，便偷偷将此物藏了起来。也正是因为赵父的态度，让其遭人暗算，锒铛入狱。坏人以为赵父死了，那东西必定会属于自己，但却没有想到这东西竟然就在妹妹的银锁里。一件人人都想得到的东西，一个充满欲望的嫡子，竟然毁了父亲一世的英名。回想起从前自己吃过的苦和失去父母亲的痛苦，赵永和当时便将手中小笛子摔落在地，笛子碎裂，那白色人影发出一阵凄厉的喊叫声。不过一会儿，那白色人影竟消失在众人面前。此时真相大白，赵永和再也无法忍受李风云的欺骗，便与其离了婚，而后与大牛走在一起，一家人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了。说在最后，不难发现，文中赵永和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，先是为了妹妹的病甘愿堕入红尘，后是经历感情背叛，仍旧能够保持理性，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虽然期间经历了太多不幸，但赵永和最后终于拨云见日，得到了幸福。姐妹二人深厚的感情让人动容，乞丐大牛对赵永和的爱意是十分深刻。虽然在期间他并没有在经济上帮忙，但对赵永和却是一片痴心，对其更是不离不弃。一件充满无限希望的笛子，却引来无限灾难。由此可见，凡事都有利有弊，欲望就像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好才能造福，用不好反而会害人又害己。我们要记住，无论是何种欲望，都不能产生害人心，否则都将会适得其反。民间故事教书育人，劝人向善，切莫与封建迷信对号入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